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著的《勇敢逃离，为了明天继续活下去》这本书。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时，你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朝明天逃去。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要活着就是胜利，所以从危险中立刻逃开；第二，拥有逃避的勇气，完全揭露逃避的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只要活着就是胜利，所以从危险中立刻逃开。尤其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家庭问题或护理时，总觉得逃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认为应该坚持到底。这种价值观根深蒂固，但真的就是这样吗？如果因为不逃避而坚持下去，结果自己崩溃了，那么到底是谁来为此负责呢？作为精神科医生，和田先生提到，自己接触过很多因过度努力导致精神极限的人，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无论是职场压力、家庭问题、照顾父母或配偶，作者坚信在某些情况下逃避是更好的选择，尤其是在护理的场景中，如果拼命坚持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自己生病，甚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自己可能会因此丧命。这样本来应该得到帮助的人也会遭殃。逃避并不是懦弱，而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比如，有一位长期照顾丈夫的妻子，当丈夫退休后，每天待在家里，妻子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她每天都得为丈夫准备茶水和午餐，渐渐的，她的时间被占满，无法拥有个人空间，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感到焦虑，精神上也变得无法承受。她总认为结婚了就应该照顾丈夫，但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极限的信号。此时，她应该调整自己的思维，考虑如何找到逃避的方式。她可以选择和丈夫直接沟通，或者至少在白天保留一些自己的时间，比如参加兴趣爱好，或是去咖啡馆放松。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照顾父母。日本社会仍然根深蒂固地认为，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一种冷漠的行为，认为应该亲自照顾父母。然而，如果照顾者自己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患上抑郁症，最终谁来照顾父母呢？结果照顾者无法提供足够的关怀，最终双方都会陷入困境。实际上，很多因为照顾家庭成员而损害健康的案例很多，持续的过度压力甚至可能导致虐待或忽视。如果能够善用养老院，或是积极利用护理服务，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会是更好的选择。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声音，冷静地回顾一下当前的状况。你是否感觉到内心沉重、身体疲惫，晚上难以入睡，早晨也难以清醒地起床？这种状态是不是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是的话，现在有一件事你需要立刻考虑，那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在这个把努力当作美德的社会里，逃避往往被视为不好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仅通过努力来解决，相反，过度努力可能会让情况更加恶化。想象一下马拉松比赛，如果从一开始就全力奔跑，结果很快就会感到疲惫不堪。我们的人生也类似，如果节奏分配不当，就会在某个时刻感到气喘吁吁，最终不得不停下来，甚至再也跑不动了。想逃避，想放弃，这并不是坏事，反而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然而，从小我们就被教导，努力一定会有回报，不放弃，坚持到底。这些话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在这样的社会中，逃避往往被视为懦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有些事情就是无法改变。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被周围的人不断告诫要坚持下去，要努力，不然就是不够努力，导致身心的不断消耗。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逃避，强迫自己坚持下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心，
拥有逃避的勇气是必要的。曾经在煤矿作业中，工人会带着金丝雀一起工作，因为金丝雀比人类更敏感于有毒气体的存在。如果金丝雀停止鸣叫，那就意味着矿井中有危险，这是逃离的信号。矿工们会听从这个信号，及时撤离，保护自己的生命。你的内心也像金丝雀一样，会察觉到危险。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承受了，那或许正是一个该逃避的信号。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这种内心的声音。你是否有过总觉得必须不断努力、不断奋斗，认为失败是不可以接受的经历？这些固有的观念可能正是逼迫你走向困境的根源。可是，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努力，不去奋斗，甚至可以选择逃避。逃避反而有时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逃避的技巧是生存所必须的能力，它并非是失败，而是为了选择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如果你现在处于困境中，先停下来思考一下，真的需要一直待在这个环境中吗？你的内心和身体是否已经在发出警告？请不要勉强自己，你有权保护自己，也有权选择逃避。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你能改变对逃避的看法，理解逃避并不等于失败，而是寻找适当时机保护自己的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工作和家庭等因素可能让你无法轻易逃避。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你，逃避并不是简单的放弃一切或坚持到底这两种极端的选择。例如，如果你正在照顾家人，逃避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照顾。你可以使用上门护理服务、日间照护服务、短期托管等方式来减轻负担。适当的逃避是可能的。迈出一步，你就会意识到，逃避并非全盘放弃，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这个经历会让你在未来做出更大决策时，变得更加从容。同样，对于那些因工作压力而无法休息的人，首先可以尝试休息一天。因为身体不适而请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像预期那样遭到责备，甚至感到意外的顺利。这种小小的经验能帮助你学会不要过度逼迫自己，它帮助你理解生活不必如此紧绷。这与心理学中的鼓励理念也有相似之处。尽管第一次迈出这一步时会感到害怕，但实际上，当你尝试之后，可能会发现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严峻。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持活下去。那并不是消极的选择，而是为自己创造更好未来的途径。通过逃避，我们不仅能找到新的环境，还能遇见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能够适当逃避的人，往往能以更加健康的方式生活，避免过度压力的积累，找到更好的平衡。逃避这一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在进行一种危险回避的行动。如果你在工作或人际关系中感到某些不对劲，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可能会很糟，这就是一个警示信号。如果你忽视这些警告，最终可能会陷入无法挽回的困境。人类在本能上会察觉到危险。当我们承受过度的压力时，身体会出现许多反应，如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等，这些都是身体告诉你应该逃避的信号。然而，许多人因为被不能逃避的思维所困，忽视了这些信号。事实上，抑郁症的初期症状并不是简单的情绪低落，而是常伴随身体的不适，如感到疲劳、无法恢复精力、失眠或食欲不振等。人们常常诉说身体的不适，如感到疲倦、睡眠不足、食欲不振等身体症状。也就是说，心理不调往往首先表现为身体的不调。因此，逃避并非仅仅是一种选择，而是一项保护生命的技能。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拥有逃避的勇气。完全揭露逃避的方法。首先，我想介绍的逃避方法是休息。许多人在工作中感到压力，觉得如果不工作就无法生活。尽管许多人不愿辞职，仍然忍受着不喜欢的工作，但为了保护心灵和身体，休息是一条可行的逃避之路。
超越极限后，身体和心理都会崩溃，所以适当的休息也是好的办法。接下来我介绍的第二个逃避方法是尽量不去思考。人们常说要面对困难，不逃避，但这真的是正确的吗？其实，逃避即是不思考，是为了保护自己而采取的必要智慧。遇到痛苦时，人们常常不停地思考，想要找出解决方法，想知道问题的原因，或是担心未来会怎样。思维像迷宫一样转来转去，但即便如此，问题往往依然没有答案。事实上，越是思考，可能会越陷入负面情绪，因为此时的思考常常涉及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如他人的感受、过去的事件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我们可能为此烦恼不已，但这些事情我们无法改变。过度的思考会导致原本可以控制的事情也无法处理，导致我们无法专注于应做的事情，心情疲惫，思维混乱，最终陷入负面循环。那么，如何停止这种过度思考呢？一种方法是离开当前的环境，通过改变物理环境，可以改变思维的流向。例如，工作时感到沉闷时，可以去洗手间，走到外面散步，或者去咖啡厅喝杯茶。仅仅这些简单的行为，就能让一直萦绕在脑海中的思绪稍微平静下来。特别是出去走走，能够有效地帮助放松心情。晒晒太阳，感受风，看看不同的景色，都会让大脑切换到新的状态。人类的大脑受视觉信息的影响很大，如果一直在同一个房间里思考，脑袋就会在相同的思维模式中循环。而改变环境可以带来新的刺激，帮助思维转向不同的方向。为了防止过度思考，另一个重要的方法是提前准备多个逃避的出口。虽然有些人崇尚断绝退路的美德，但作者认为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因为如果没有选择，逃避就变得不可能了。相反，保持多个逃避的途径可以帮助保持心理稳定。逃避的途径不一定要远离，找到几件能让自己感到平静的事情即可，比如慢慢冲杯咖啡、听喜欢的音乐、看电影、画画、做运动等。关键是将注意力从负面思维转移，专注于其他事情。大脑并不擅长同时处理两件事，所以当你在做其他事情时，过度思考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你无法一边大笑一边生气吧？当你沉浸在开心的事情中时，也不会被不安压垮。只要善用大脑的这种机制，就能摆脱反复思考的恶性循环。更进一步的有效方法是有意识地安排发呆的时间。人类在专注思考时，不如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更容易浮现出好点子和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在这种状态下被激活。当这个网络启动时，大脑会整理至今累积的信息，并产生新的连接。结果就是，你可能会突然灵光一现，冒出原来如此的想法。大家常说洗澡的时候灵感迸发，就是这个原理。同样的，散步、打扫、做饭时，也会活化默认模式网络。当你感觉我是不是想太多了，陷入了负面思考的循环时，不妨先停下来，给自己一点发呆的时间。这样一来，大脑就会自行整理信息，可能会意外地冒出解决办法。关键是别太勉强自己。人类是种即使没有答案也会一直反复思考的生物，但在这种时候，更需要掌握不去思考的技巧。为此，需要有意识地退一步，主动给自己留后路，然后安排发呆时间，将这些习惯融入生活，可以减轻心理负担。那么，接下来第三个逃避方法是鼓起逃避的勇气。所谓逃避的方法，就是把脑中的烦躁写出来，让它得以升华。比如著名的夏目漱石，他是一个容易感受到压力、倾向悲观、神经衰弱的人，但是他通过写作，把心里的烦闷和忧郁排解了出去。对他来说，写作不仅是创作，而是救赎自己的行为。在心理学中，这种把情绪转换为表现的行为被称为升华。比如，
把对讨厌上司的愤怒转化成歌曲或画作，这也是一种升华。夏目漱石的作品不仅救赎了他自己，也深深影响了后世。被他的话语所感动、得到救赎的人不计其数。文字的意义不仅仅是信息传递，更像是一种整理内心、从痛苦与恐惧中脱身的心理疗愈。那些被压抑在心中的情绪，时间一久就会越来越沉重。若一直背负着它，心情就像闷在一间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越来越喘不过气。但只要把这些写出来，内心就会腾出空间，新的想法与正向的情感也就能进来了。说到吐出，呼吸其实也有类似机制。我们吸气时，会激活交感神经，让身体进入行动模式。比如，当我们受到惊吓或紧张时，会下意识吸气，这是生理反应，身体在为应对危机做准备，提升血压与心跳。而当我们吐气时，副交感神经占优，身体则进入放松状态。比如松一口气这样的表达，就是通过吐气来释放身心的紧绷，让人感到安心，就像紧绷的线被解开一样。如果人持续处于强烈的压力下，神经容易紧绷过头，但若能适度的放松，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副交感神经占优时，身体的自我修复力会上升，能更好的在睡眠与饮食时补充能量。吐气并不只是把空气排出，更是平衡身心的重要行为。而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把脑中堆积的不安与烦恼写下来，就是一次心理的气体交换，让新的灵感和观点有空间进入。把烦恼写成文字，有助于以客观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原本觉得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也能慢慢冷静地整理出头绪。这就像是把堵住的气吐干净，才能吸进新的氧气一样。写作不仅是回顾过去，更是一种把注意力拉回当下的行为。若只是停留在头脑中反复思考，不安和迷惘只会越来越大。但如果用文字表达出来，思绪就能得到整理，你也能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问题。最终你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别的选择。写下来这件事，可以让人脱离他人的评价，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自己身上。在格式塔疗法中也认为，明确的认识并用语言表达负面情绪，有助于心理上的释放。通过写字，人们会意识到，原来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并在内心深处获得一种认同感。此外，升华也是一种转换的行为。比如你对某人感到愤怒，与其直接对他发泄，不如通过运动或创作等方式来释放。如果能用正向的方式来宣泄这些负面情绪，而不是走向破坏性行为，就能避免伤害自己或他人。而这种替代方式的选择尤为重要。如果选择借酒浇愁或沉迷赌博，虽然可能一时心情舒畅，但之后往往会陷入强烈的自我厌恶之中。相反，如果能转化为打扫卫生、唱歌、激励训练或其他运动，不仅能让心情变轻松，还能获得成就感与满足感。这种正向的替代行为会为我们带来幸福感。在日常生活中，与其总是去发现负面的东西，不如去培养寻找小确幸的能力，这将带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人生。所以，如果你现在正被什么逼到绝境，不妨先拿起笔写一写，不一定非得写在纸上，时间不够的话，记在智能手机里也可以。只要把语言释放出来的那一刻，你就会马上发现，内心的重担轻了一些。写字是一项可以拯救自己的技巧。接下来介绍第4逃避方法是，拥有逃跑的勇气，并记住2:6:2的法则。在人际关系中，有一个值得记住的法则，那就是2:6:2的法则。大约有20%的人会对你表现出攻击性，他们可能当面说难听话，背后讲坏话，或者表现出恶意。这样的人，遗憾的是，不管在哪儿都会存在。但与此同时，也大约有20%的人会成为你的支持者。有人会在你困顿时伸出援手，有人能看到你的优点，
默默地支持你，这样的人同样真实存在。那么剩下的60%人是怎样的呢？其实这60%的人是中立的，他们既不会攻击你，也不会特别偏向你，而是会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改变态度。问题是，当人们处于低谷或沮丧状态时，往往只看到那2%攻击自己的人。有人说了让你难过的话，你就会一直在脑海中反复回想，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失败者。比如说，你最近正在努力做一件事，1周内有4天都很顺利，但有1天犯了个错，你可能会因此陷入我又搞砸了，我怎么总是失败的念头里。但实际上，你4天都做得很好，只是一次小失误，却让你误以为一切都失败了。这就是所谓大脑的负面偏差。人类的大脑比起积极的事情，更容易记住消极的事情，这是出于生存本能。在狩猎采集时代，如果不牢牢记住有毒的植物或危险的动物，就可能危及性命。因此，大脑发展出优先记住危险和恐惧的机制。但在现代社会，这种负面偏差却成了让我们痛苦的根源。别人说了不中听的话，我们就久久无法释怀。明明也有成功的经验，却被1-2个失败全盘否定。这时不妨冷静想一想，真的所有人都讨厌你吗？就算有1-2个人说了坏话，也不能说明全世界都讨厌你。即使有那2%的人攻击你，那也不过是极少数。而你更应该去看那2%支持你的人，那些看到你的努力、珍视你的存在、相信你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事实上，社会上那些成功的人，正是懂得灵活运用2:6:2的法则的人。面对批评，他们不会太在意；面对中立的人，他们诚实以对；而对支持自己的人，他们则倍加珍惜。这样做，内心会更稳定，也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在痛苦的时候，你更应该看到，总有人在默默支持着你。当你因为别人说了难听的话而感到沮丧时，不妨提醒自己，但是那个人是一直支持我的，那个人是喜欢我的。接下来要介绍的第5个的逃避方法，即不要与人对抗。大家在职场或人际关系中遇到不合理的情况时，应该如何应对呢？是正面迎击，反击回去，还是默默忍耐？许多人会选择与讨厌的人对抗，以为这样能够胜利，但这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吗？事实上，有时候不战而败，表现出失败的样子，反而是最合理的战略。举个例子，当你在职场上因为不合理的原因被训斥、讽刺或者被打压时，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反驳，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样做是自然的，因为我们总是想维护自己的正当性。然而，如果此时你情绪化地与对方争辩，除了加剧对方的愤怒，还可能长期恶化你们的关系。尤其是和有权力的上司或者有影响力的同事发生对立时，后果可能更为严重。那么如何应对呢？答案是退一步。所谓逃跑即胜利这句话，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与其正面迎击，不如轻松的回应，让对方的能量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例如，当你受到不合理的指责时，可以淡然一笑，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反而通过不否定对方，表现出同意的态度，可以减少对方的攻击欲望。即使看起来像是你输了，但争吵的后面可能迎来的却是报复。如果你在职场上与上司发生冲突，即使你赢了这场争论，若对方感到自尊心受损，往后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报复你，譬如暗中降低对你的评价，或是削弱你获得机会的机会。在人际关系中，和对方争论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对方的情感。因此，不要过分追求短期的胜利，而是要思考长期如何让自己活得更舒适。在商业世界中，撤退策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时候，企业会选择在不利的情况下撤退，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等待新的机会。这是很多成功企业采用的策略。
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与其强行与让你不开心的人对抗，不如保持距离，适当回避，甚至是改变环境，采取撤退策略，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对逃避产生抵触情绪，认为逃跑就是失败。然而，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逃避并不等于失败，它是一种能够让你不受伤害、活下去的方法。通过巧妙地避开冲突，不消耗不必要的能量，你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重要的事情上。如果现在你正被一个不合理的人困扰，试试表现得像是在失败一样，深呼吸，冷静下来，轻松应对这种类型的人。与其急于证明自己是对的，不如优先考虑保持内心的平静。从长远来看，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作为人，我们难免会与某些人争论，或是忍不住对不合理的人发火。但要记住，如果你情绪化的与他人对抗，最终受伤的往往是你自己。即使你赢了争论，情绪上的不快也会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你的一整天。这不仅仅是情绪问题，科学研究也表明，争斗和愤怒对健康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其原因之一是自律神经的紊乱。自律神经通过平衡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节身心的状态，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感受到压力或出现冲突时，交感神经会占主导地位，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全身进入战斗模式。这个状态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之间的平衡破坏，自律神经的功能紊乱。当自律神经失衡时，首先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交感神经过度活跃时，身体难以放松，即使到了晚上，身体依然紧张，结果是入睡困难，睡眠浅，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感觉疲惫不堪。此外，胃肠功能也会迅速受到影响。许多人都经历过因压力而胃痛的情况，这也是自律神经紊乱的表现。当交感神经占主导时，胃肠的运动受到抑制，可能导致消化不良、便秘或腹泻等不适。同时，免疫力也会下降。如果身体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防御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容易感冒、疲劳，不易恢复。从这些方面来看，与他人对抗和冲突并非仅仅带来一时的压力，它对身心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存在。如果自律神经紊乱，恢复正常并非一蹴而就，相反，持续的愤怒和不适感会使平衡更加破坏，最终进入慢性压力状态。结果是内心容易疲惫，容易因小事而烦躁，生活中始终感到紧张。因此，最有效的避免这种恶性循环的方法是选择不与他人对抗。当被人说出不合理的话时，尽量控制愤怒的情绪，轻松地接受对方的行为，或者退一步，想着算了，随他去，避免与对方无谓的对立，不让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最终可以保护自己的健康。当然，完全消除愤怒是困难的，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场争斗是否真的是自己必须参与的。即使将愤怒发泄出来，对方也不会因此改变，而自己却可能承受损害。因此，避免无谓的争斗，才是最聪明的选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